秋季是鲍鱼繁殖的季节，鲍鱼喷出体外的精子和卵子，通过复杂的技术进行人工干预，孵化出来的鲍鱼苗比灰尘还小。陈华生的养殖场正在准备迎接新一批鲍鱼家族的到来。怎么过这么长时间还没到呢？与商家预约的时间已经过去近2个小时，鱼苗的情况如何？陈华生的心里有些忐忑。到了。吸食袋要放60口。先把这个袋子里面的温度和池里面的温度先拉近，然后等一下再倒。这个灰色的就是鲍鱼卵，一口池有20-30万的量。看着悬浮在水中的鲍鱼幼苗，陈华生悬着的心算是落地了。这是龙蔬菜，我们用来喂鲍鱼的，但是每一口你要控制这个投菜量，就1个晚上把它吃的差不多就好。16年的经验，陈华生对鲍鱼养殖如数家珍。之前做电器生意的他，刚入门也是不得其法，踩过无数坑。陈华生养成鲍鱼，靠的是一股牛劲儿。那个时候技术一点都不懂，白天就养鲍鱼，晚上就看书，走火入魔一样。现在我们厂有1万多立方水体。鲍鱼养殖对水质要求非常高，直接引进海水无法养活。陈华生自有办法。我们从沙层底下打2米深，用12寸的塑料管包20目到40目的塑料碗，清晰度跟矿泉水一样，24小时不停地流。陈华生想挑战难而正确的事情，他的努力也终于得到回报。如今养殖场每年有成品鲍近50吨，鲍鱼苗3000万粒。陈华生们的努力让鲜活的鲍鱼进入寻常百姓家。煎、炸、蒸、煮、煸、炒、烤，怎么做都是餐桌上的主角儿。其新鲜和甜美的肉质总是让人垂涎3尺。鲍鱼去内脏，切花刀。上好的五花肉切小块，入调料，红烧至7分熟。加入鲍鱼后一起焖。丰腴肥美的2味食材相见恨晚，香气馥郁浓烈。五花肉入口即化，鲍鱼吸饱的油脂更增添鲜美。加泵啊！来给这，好。这个意境就不一样了，这是大海赐予我们的。知己朋友难得相聚，趁着国庆长假，陈华生以鲍鱼享宾客，其乐融融。秋高气爽，风轻云淡，正是晒制干鲍的大好季节。陈华生每年都会把一部分的鲍鱼制作成干鲍。我们这晒干鲍只是挑那些比较肥厚的，一天还要翻3-4遍，才能晒得均匀。这10斤鲜鲍才能够晒出1斤干鲍。晒好的干鲍身干形正，厚厚的肉足呈半透明状。随着时间的延长，盐分析出表面，中间通透，并且有红色糖心，这样的干鲍才是老广们的心头好。时间
拜拜。张泽峰1989年就开始在广州伊德路买卖干鲍，因为对各种干鲍非常熟悉，朋友们送外號“鮑魚風”。你有睇隻鮑魚喺交配前同交配後咧，就睇到佢個厚度，由佢厚度嚟睇，如果薄身嘅咧，肯定係交配後嘅啦。呢隻鮑魚一睇就知道佢係交配前嘅啦。干鲍虽然贵重，但不是所有的人都会做成美味佳肴，这让张泽峰深受启發。有個朋友人哋送咗佢盒鮑魚，佢都唔識整，擠咗喺鞋櫃好耐啦。所以我哋咧將呢啲乾鮑做成半成品，1+2就可以食。即食產品方便了顧客，同時也拓寬了干鲍的銷路。用干鲍做的菜，最豪華的莫過於經典名菜佛跳牆。鮑魚、海參、花椒、干貝等幾十種主輔料。港式嘅佛跳牆咧，就有雞、豬腳、豬皮、大地魚、我哋嘅大骨、螺頭、碎嘅瑤柱、雞腳，然之後鮑魚咧擺喺中間度，繼續仲擺多一層肉，大概加30斤水，經過20個鐘頭熬出嚟嘅鮑汁咧有8到斤。嘅乾貨咧都要成個星期先可以發好嘅。仲有我哋嘅鮑汁，滾佢大概20到30分鐘就可以食㗎啦，方便快脆。在歷經猛火、文火交替的淬煉，數小時之後，終得一壇佛跳牆。包好的佛跳牆，開蓋的一剎那，濃香撲鼻，直入心脾。幾十種原料煨於一壇，各種材料爛而不腐，互為滲透。再配上一碗撈飯，色澤金黃的湯汁順着山丘般的米粒流淌，大海的鮮香與米飯的甘甜交織，特別適合寒冷的冬季。嚟，先食佛跳牆啊，趁熱食。久負盛名的佛跳牆就這樣被借過來，完成了從閩到粵的蛻變。而張牙舞爪的小龍蝦，老廣們則不做改造，直接納入餐桌。